在我们的印象中，基督教对于欧洲社会一直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尤其是我们之前不断强调，在西欧陷入混乱时，基督教成为了稳定社会的一股重要力量。但是，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化，这一点其实在宗教领域也无法例外。大家好，我是克里夫。大家还记得在中世纪早期时，查理曼大帝为了要统治庞大的领土，需要一批能够断文识字的官员帮他处理政务，因此发动了一场以本土教会修士为首的振兴学术运动吗？不过这一切在他过世后，法兰克王国爆发内战，外族纷纷入侵的情况下，再度倒退回去，使得欧洲陷入了最黑暗的时代。这个时期，各地教堂成为领主的私有财产，他们会任用自己的亲戚担任教士，或是把教会卖给有钱人。就算之后大主教重新拿回教士的任命权，情况也没有改善多少。他们透过教会来谋取经济上的利益，就跟世俗的贵族没有什么两样哦。就连当时的教皇也多半都是傀儡或是贵族的亲戚，使得教皇本身没有什么能力，不仅敛财无道，还淫乱放荡。这样腐败的情况，在进入中世纪中期，外族的威胁消失后，迎来了不满的声浪，也带来了改革的契机。公元910年，一位贵族在勃艮第建立了克吕尼修道院，并推动了两大改革。第一，这间修道院只属于教皇，不再受到其他贵族或世俗权力控制。第二，以这间修道院为主，又创建许多分院，这些分院的院长都是由克吕尼修道院慎选出虔诚的教士来担任。因为这样的改变，教士们勤于祈祷与助人，让他们重新获得人民的信赖。克吕尼也迅速扩大，到了公元1049年，便已经有了67间分院。而这样新兴的团体也受到了效仿，使得类似的修道院逐渐成为宗教活动与地方集会的中心。众多的修道院摆脱了世俗权力的枷锁后，他们反过头来批评教会的制度与腐败，要求所有阶层的教士也都要与世俗切割，进行变革。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大家没有忘记，查理曼大帝死后，法兰克王国一分为三嘛，而东法兰克王国在鄂图大帝的统治下走向强盛，并被加冕为罗马皇帝，这也是之后神圣罗马帝国的前身。接下来，君王的权威在不断的扩张的情况下，不仅能任命各地的主教，甚至还能派遣亲信担任教皇。上至教皇，下至教士，都跟世俗权力挂钩。那么，怎么能够虔诚的传教与祈祷呢？所以，修道院的势力兴起后，当然就开始对这种状况强烈批评。虽然教皇是由日耳曼君王所任命的，但是在面对改革的浪潮与修道院的推动下，也做出了改变，像是禁止买卖圣职啊，禁止教士结婚啊，还有各种不良道德的行为等等。再加上我们之前说过，公元1054年，东西方教会分裂成西部罗马公教与东部的希腊正教，使得西方教会更能够独立发展，推动变革。公元1059年，拉托朗教务会议颁布了一项敕令，规定只有枢机主教有资格被提名为教皇候选人。这个改变让之后日耳曼或是其他贵族无法再插手教皇的任命权，也使得教会终于能够跟世俗权力有所切割。教皇的诞生有了独立性之后，下一步就是各地教士们的任命权。而针对这一点，教皇与君王便展开了强烈的争夺。这也是我们之前说过的，而我略七世与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争斗的原因之一，因此又被称为受职权之争。表面上看起来这是针对教士的职位进行争执，但底层的脉络则是教皇与皇帝到底谁该服从谁的问题。后来，亨利四世拒绝而我略七世派遣的主教，并宣布要罢黜教皇，而教皇也不甘示弱的直接开除亨利四世的教籍。更让大家吃惊的是，亨利四世最后屈服了，他打着赤脚站在冰天雪地中，恳求教宗的宽恕。虽然说在热武器的战场上，世俗的君王可以靠武力让教皇居于下风，但在信仰与人心的凝聚中，教皇却有着绝对的优势。
而这两方的斗争要一直到公元1122年的沃姆斯协议签订后才告一段落。根据协议，皇帝不能举行受职权中的部分宗教仪式，也就是授予权杖，因为他是世俗的君王嘛，而主教们则要同时效忠君王与教皇。这个结果使得皇帝的威信再次衰减。在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后，后续的教皇与改革派便着重于内部的管理，从教会的法规到司法审判等等。随着婚姻、继承、财产归属等判例越来越多，档案保存与征收税务的行政机关也跟着发展出来，这就让中世纪时期的教皇统治变得更像是有着官僚机构的世俗政府。公元1095年，东方的拜占庭皇帝阿历克一世向教皇请求援助，本来他就有雇佣西方佣兵的习惯，只是这次他想要夺回被塞尔柱土耳其抢走的小亚细亚，所以想透过教皇获得更多的军事协助。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迎来的不只是雇佣兵而已，而是一场圣战。当时的教皇是乌尔巴诺二世，他是俄我略七世的门生。他当选教皇后，沿袭了俄我略七世的改革，并进一步推动了克吕尼式的政策。不过，当时各国君王还在跟教皇争夺教士的任命权，所以改革推动的不太顺利。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乌尔巴诺决定响应拜占庭皇帝的号召。在他看来，至少有4个动机促使他发动这场圣战。首先，他当然希望透过这场圣战，让东西分裂的教会再度合并，甚至在他派遣的大军到东方后，拜占庭人会认可罗马教会的地位，甚至让东正教回归到罗马天主教的麾下。再来，西欧各国君王在武力上的力量十分强大嘛，如果他能够号召出一支大军，那就能跟君王分庭抗礼，不仅在信仰上，在物质上都能成为西方的领袖。第三，别忘了我们之前说过，中世纪早期逞凶斗狠的习性很难一下子转变过来。无处发泄的骑士，除了参加比武大会之外，现在终于有了可以宣泄的地方。这些好战分子在教宗的号召下，如果真的想打仗，那就到国外替基督教的事业以上帝之名战斗。最后，当时的耶路撒冷被认为是世界的中心，也是基督教的圣地，因此基督徒到那里朝圣应该是不能受到阻碍的。如今却被穆斯林给占据，乌尔巴诺希望能够收复圣城，重建世间正当秩序。而在他的号召下，受到热烈参与的程度也大大出乎教皇的意料啊！许多人甚至不等教皇演讲完就大喊“天主所愿”，一窝蜂的加入圣战的行列。为什么会这样呢？还记得我们之前说过，中世纪中期因为农业革命、社会制度的变化，让农村过剩的人口外溢到城镇，促使一系列的变革与发展吗？这样的现象让这些青壮想要离开拥挤的故乡，到东方谋求更好的生活。不仅平民如此，贵族们也是哦。在平均寿命上升与长子继承的情况下，其他子嗣当然也渴望透过其他方式谋求自己的财富。当然啦，理性来看，东征的结果可能是徒劳无功，毕竟穆斯林的势力非常强大，而以前翻山越岭到耶路撒冷朝圣都被称为是最神圣也最苦行的朝圣方式。但在宗教与社会氛围的渲染下，参加圣战不仅能免除过去的罪罚，避免受到炼狱的惩罚，甚至死后还能到天堂，这就让这场号召掀起了宗教狂热。虽然无法准确统计哦，但前后加入这场圣战的人数可能高达10万人。如此庞大的军事力量，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农民所组成的。他们将十字架的图示缝在衣服上，扛着行囊、锄头，浩浩荡荡地加入了这场圣战。即便如此，这还是一股庞大的军队。基督徒们带着宗教狂热，前仆后继地加入这个浪潮。公元1098年，他们先攻占了安条克，接着占领叙利亚，并在公元1099年攻占了耶路撒冷。这场圣战我们称为十字军东征。而首次或者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能够取得如此的成功，其中一个原因是当时穆斯林的内部正处于四分五裂的动荡中。
二来，能够武装朝圣，对于基督徒来说是中世纪时期最大的精神救赎与安慰。当时在经过长途跋涉以及打了好几场战役的十字军，终于看到耶路撒冷这座圣城时，顿时痛哭失声啊！不过，首次十字军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后，我们不禁要问：那接下来呢？